大家好，我是 Apple。今天评测的呢是大家都一直在催更的新一代奇迹小米12S Ultra。先来看看外观啊，今年的外观呢依然是辨识度拉满啊，能够让人一眼就能够想起友商啊。我在这里大胆的推断，明年13 Ultra 的设计语言应该是万象双环，没跑了。嘿嘿，说回正经的啊，12S Ultra 的质感呢是真的好。我手上这个呢是冷杉绿色、低饱和度的牛皮纹素皮，再搭配上浅金色的哑光中框和亮金色的镜头圈点缀，真的是精致的不像一台小米手机了。啊，即使我个人对绿色系不是特别的感冒啊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滤镜搭配比起黑色那款啊要好看太多了。不过有一点啊，我还是想浅浅吐槽一下的啊，从米10开始就一直存在的问题，就是手机顶部的扬声器啊，你这开孔位置，如果你横屏打游戏啊，就一定会被手心挡住啊。这个从米10到12了，一直都没改过来，怎么回事呢？另外呢，就是今年的摄像头模组啊，更加的突出啦，手指尖呢，其实还是会不经意间碰到的。虽然啊，金边这里做了倒角的处理啊，但实际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刮手感的啊。不过解决这个问题好办，戴个套就可以啦。外观1到10分的話，你们会给小米12S Ultra 打几分呢？要说12S Ultra 最大的升级，那自然是拍照了。从小米10至尊版到11 Ultra， 再到现在的小米12S Ultra， 这3台手机的超广角和长焦呢，都是 IMX586的，没有变过。主摄呢，从1.32英寸一路升级到现在的1英寸，理论上拍照能力是更强了。但是相比起米10至尊版，11 Ultra 和12S Ultra 都阉割掉了2倍的中焦镜头啊。可能有人会说这颗镜头没有用，那等你有了女朋友要给她当摄影师的时候，你就知道2倍的镜头有多好用了。而且会选择 Ultra 的用户呢，多半就是看中了它的拍照能力的，所以去掉了中焦镜头，着实非常可惜。幸亏我没有女朋友，完全不影响。说回12S Ultra 产品本身啊，在相机的顶部功能栏里面呢，有徕卡生动和徕卡经典2种选项。看名字啊，可能会让人觉得这是专门调教照片色调的啊，其实并不是，它主要调教的呢是照片的影调和宽容度。徕卡经典下会保留更多的阴影，对高光的压制呢也不会太猛，整体的照片质感和明暗对比呢会更加强烈一些。徕卡生动呢就像是常规的计算摄影的方向，压高光和提升暗部细节啊。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手机对压高光真的蛮执着的，拍个路灯或者是霓虹灯这些啊，恨不得压到能看到里面的灯泡，结果呢就是让这个灯没有灯的感觉了。这次给了用户2种风格啊，总归是好事儿啊，就是这2风格的图标实在是太过相似了，初上手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是处于哪个模式。不信你们说一下这2个图标哪个是徕卡生动，哪个是徕卡经典呢？而且你要点击图标进入到2级菜单才能看到名字进行切换。建议小米借鉴一下蓝厂的彩丝标，直接单击切换或者是高亮表示状态啊，这样就一目了然啦。至于2枚副摄从10 Ultra 开始就一直没有变过，并不是说它俩敷衍不够好恰恰是因为用料用的太好了，以至于友商都卷不过，所以也就没有提升的动力啦。你看别家旗舰机很多都取消了潜望长焦，就算还有的也只是保留了个800万像素4.4英寸的镜头而已，而小米呢直接给你干到了4800万2.1英寸了，就这个规格放在今天都依然是 No.1 的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小米12S Ultra 的3个镜头呢，依然都是最顶级的水平。就除了这白平衡、自我放飞的问题之外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下面直接来看看样张对比吧。屏幕方面呢，没有太大的新突破官方宣传页呢也只用了一页草草的带过了一下。简单过一下参数，三星6.73英寸的2K 15屏，第2代的 LTPO 支持1到12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，光学指纹。总之就是一块各家旗舰都在用的顶级屏。对了，这次屏幕和边框的这个角比起去年的11 Ultra 来说好看多了。虽然这个弧度还有点差异但总算没那么难受了。
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升级，就是 SoC 换上了台积电工艺的骁龙8 Plus， 整体性能呢大约提升了11%。你看似不多，但是功耗却降了15%左右。这一来一回也算是蛮大的升级了。跟天玑9000对比的话，去年的骁龙8就是极限性能更强了，但是功耗爆表。今年的骁龙8 Plus 呢，就是性能更进一步了，但是能耗持平了天玑9000。虽然不能说变成冰冷了吧，至少也重回了合格线了。嘿嘿，不过今年这全国各地的高温，没想到玩家们前2年被高通背刺啊，今年难得高通争气了，又被天气背刺啊。充电续航方面，4860毫安时的电池加上67瓦的有线和50瓦的无线，中规中矩的水平吧。不过小米在这里用了2颗自研芯片，一颗呢管理充电，一颗呢管理电池状态。官方宣称可以降低充电发热，延长电池寿命。我在它充电的时候呢，摸了一下机身，好像发热的情况是好了那么一点。至于电池寿命呢，短时间也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所以只能够交给时间去验证啦。由于骁龙8 Plus 的功耗降了嘛，所以续航时间也是有明显的提升的。以我日常的轻度使用的习惯，主要就是刷新闻还有购物软件什么的以及半个小时的游戏。早上手机80%左右的电量出门，骁龙8的机型呢大概可以坚持7到8个小时左右。到了下午3、4点就该充电了。而小米12S Ultra 的骁龙8 Plus 呢，到了6点半准时下班的时候还有20%的电。总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。最后你要问我这台手机值不值得购买呢？我觉得是可以再观望一下的。主打的徕卡相机和1英寸的大底，虽然拍照确实很好但现在大部分的旗舰机拍照都不会差到哪去的。如果你不怎么拍照的话，那就更失去了这台机子的绝佳体验。小米12S Pro 不就更好吗？价格更低，还多了一个120瓦的快充。那么你们会选择这样一台小米12S Ultra 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视频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视频，不要忘了在下方支持一下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么么哒。